蓝忘机召回了碧晨，一道澄澈的蓝光悠悠然飞回银白的剑鞘中。魏无羡伸手胡乱去摸，摸到碧晨，抓过来放到唇边，在剑鞘上奖励似的亲了一下。地上一地副仙网的碎片，散发着星星点点的光芒。空中安息曲残留的蓝色灵光飘洒流淌，恍若夏夜萤火。这次好像确实做得很过火，各种意料之外的状况。蓝忘机感到了一丝羞赧，魏无羡摸着他霜雪般的面颊，发觉他的脸越来越烫，看他神色，竟真是一脸害羞模样。魏无羡心里笑得花枝乱颤，伸手把蓝忘机的脖子搂住，勾下来，两人额头抵着额头，鼻尖抵着鼻尖。魏无羡在蓝忘机唇上撕磨着，温温柔柔地说：下次不欺负你了，明天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净室坐，传统的坐，雅正的坐，好不好？蓝忘机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。怎么这么可爱？魏无羡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结果他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。蓝忘机蹙着眉看他，魏无羡也听到自己说出来了，于是干脆道：忘机弟弟，蓝湛儿，韩光俊，你真是可爱死了。蓝忘机脱下夹袍铺在地上，在一地副仙网碎片的金光璀璨之中，压着魏无羡传统的做了一次，又雅正的做了一次。云深不知处，藏书阁。蓝忘机端坐岸边，整了整他写好的一叠纸，忽听窗棂咔咔轻响，抬头一看，从窗外翻进来一个人。魏无羡攀着藏书阁外那棵玉兰树爬了上来，眉飞色舞，笑意盈盈，一如少年时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蓝湛，我抄完了。蓝忘机伸手把坐在窗子上的人抱进来，顺手摘掉一片落在他发上的玉兰树叶。魏无羡递过厚厚一沓纸，邀功道：怎么样怎么样，像不像？纸上字迹端正而有清骨，是蓝忘机的字迹。魏无羡欢快道：3遍我都抄完了。回家不过一日，昨夜他俩又一直在净室内做些弹琴焚香、弹烟袅袅的清新之事，应是没有时间抄完3遍家规。于是蓝忘机问道：如何做到？我选了最后的海西纸，先抄好一遍，待墨浸透纸张，则最细的蛛丝琴弦，把纸张从中剖成3张薄的，这不就出来3份了吗？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蓝忘机无言，闲沙数镜还能这样用，只有魏无羡能够想出，也只有魏无羡才能有此登峰造极的削纸技艺。年关将近，你族务繁忙，就别把精力浪费在抄家规上了，哥哥都帮你抄好了，是不是很疼你？是。蓝忘机搂着魏无羡的腰，轻轻亲了一下。你还要陪叔父去寻白堤吧？你先去忙吧，我马上就把我的份写完。魏无羡从蓝忘机腿上下来，从怀中掏出一沓空白的海西纸，打算抄完自己的份。蓝忘机将他方才誊好那叠纸递给魏无羡，纸上字迹潦草轻浮，但有锈骨，是魏无羡的字迹无疑。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好？魏无羡大笑着，搂着蓝忘机的脖子，亲个没完没了。但我只来得及抄一份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家规我早就会背了，默一遍很快。魏无羡道：你先去陪叔父吧，你也跟叔父说说，罚我就罚我，何必连着你一起？一起不好吗？蓝忘机停顿一下，又道：我要说情话了。魏无羡双手交叠，假装捧住心口。你说吧，我准备好了。蓝忘机道：我喜欢同你一起。魏无羡猛地向后一躺，大喊大叫道：太撩了，我不行了，太撩了。蓝忘机伏到魏无羡身上，轻声，随后堵住了他的嘴。蓝景怡绝望地说：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一起折在这里了？别胡说八道。金陵道：思追沿路留了那么多记号，魏无羡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整整7天了。10天前，他们3人护卫一帮村民逃离一只极为邪门的妖兽，在密林深处东躲西藏了3天，将所有干粮都分给了村民，使他们沿着林间小河顺流逃生，自己则往一处溶洞中跑边洒狼血，引妖兽来追他们。3人在溶洞中布下重重杀阵，合力围杀了妖兽，但与妖兽缠斗搏杀之间，溶洞坍方，巨石砸落，将他们困在了洞穴深处。3人灵力耗尽，不吃不喝整整7天，洞内不见阳光，辟谷也坚持不了多久。多亏兰陵金氏财大气粗，金陵将随身携带的7颗夜明珠嵌在石壁上，这才维持了照明。
妖兽尸体逐渐腐烂，臭味渐渐变得难以忽略。蓝景怡左臂骨折，已经勉强恢复，但蓝思追右腿被妖兽抓伤，不知是何缘故，伤口难以愈合，一直刀割火灼一般。即使蓝思追一直拒绝，蓝景怡和精灵还是轮流给蓝思追输些灵力，帮他减轻疼痛。困在洞内的第7天，三人都已经无比虚弱。蓝思追一直忍耐着伤口的灼痛，他也觉得似乎是到极限了。蓝思追轻声说：“景怡、金灵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们。”精灵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蓝思追深吸一口气，温和地说：“这是我的秘密，如果这次真的出不去了，我不想瞒着你们。”蓝景怡道：“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”我其实姓温。蓝思追缓缓道：“我叫温苑，宫苑的苑，我是温家人。”蓝思追将身世娓娓道来。洞内寂静冷凄，夜明珠散发着羸弱的光芒。金灵一脸的满不在乎：“这就是你的秘密？”蓝思追愣住了。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，也值得当成什么临终遗言一般透露给我们？你姓温或是姓蓝，不都是思追吗？金灵一边说，还一边翻了个白眼。蓝景怡点头如捣蒜：“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。”其实魏无羡有隐晦的同他们俩说过，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蓝思追自己决定要告诉他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俩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要让蓝思追失望。魏无羡不肯说到底是什么事，他俩就只好自己天马行空，乱七八糟的瞎猜。蓝景怡想象力丰富，从蓝思追是上古凶兽转世，一路猜到蓝思追有多重人格，幼时犯过重罪。眼下终于听蓝思追讲出真相，蓝景怡和精灵都松了口气，只想着如何宽慰蓝思追。蓝景怡，你也说个秘密，让思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坦诚相待。金灵已居宗主位多年，命令起人来驾轻就熟。蓝景怡问：“什么样的秘密？”金灵道：“你最黑暗的、最难以启齿的秘密，你自己觉得最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事情。”我想想，蓝景怡当真冥思苦想起来。半晌，蓝景怡道：“我想到了。其实我最喜欢的书是《狂傲仙魔图》，就是你送我做生辰礼的那套书。我送你那套是限量精装版，很难买到的。你还没看吗？最近没空，回去我就看。这书是魏前辈翻了几页之后随手扔给我的。魏前辈说他不再看这种书了。魏无羡为什么不再看了？魏前辈说他是有家室的人，不看这种种马文。”金灵大叫起来：“蓝景怡，你最喜欢的书是种马文？不是，你送我种马文做生辰礼。”蓝景怡也大叫起来：“我送的是限量精装版好吗？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是绝版。”金灵扶额：“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你们姑苏蓝氏居然会有喜欢看种马文的门生。”蓝思追扑哧一声笑了。蓝景怡囧了：“我不是，也不完全是种马文呀，我没有。思追，你听我说啊，景怡，你真是丢人。喂，思追，你听见没？这才叫秘密。”蓝景怡不服气道：“哼，金灵，该你了。”金灵两手一摊：“做什么？什么该我了？秘密啊，分享一下金宗主、金大小姐的秘密。我没有秘密。”蓝景怡怒道：“金如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金灵无赖道：“没有就是没有，我这么光明磊落、正直坦荡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秘密？”蓝景怡气结：“思追，你快说说他，这人怎么这样？”蓝思追笑着，一左一右，一手搂住一个，将两位好友的脑袋按在自己肩头上，三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待了一会儿。半晌，金灵道：“喂，锦怡，你带着没？”蓝景怡道：“什么？”金灵道：“书，狂傲仙魔图的书。”蓝景怡翻了翻乾坤袖，只带了第4卷。金灵道：“拿出来看看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借着夜明珠的微光，三人围坐在一起看了一阵书。单卷书极薄，小册子很快便翻到最后一页。金灵吐槽道：“傻逼作者，傻逼文。”蓝景怡怒了：“金如兰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书。”这时巨石上透出数道蓝色剑光，那光芒仿佛充盈着希望，越来越明亮。
突然，轰的一声，巨石碎了，一束强光照进洞里。从那束强光中传来的是魏无羡轻快的声音：“找到你们了，